刚才你是看每逢有约，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。有人讲吼啊，边仔这个人吼，安尼困较高啊呢，啊，敢困较足好困的安尼吼，足羡慕的。其实伊安尼讲，暗时伊咧困咧高，边仔人足辛苦的呢。就爱着也无法度吼，就会讲。其实烦恼是啥？烦恼讲伊讲到真正来，家己惊着吼，安尼吼，其实讲呀，伊的睡眠品质嘛无介好，你知？你莫讲伊困到足落眠的呢，伊嘛是真辛苦。今仔日咱要甲大家来分享个是，若有即款的问题，要让咱困眠更较好的时，咱就要想办法来提早了解、提早解决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你若无把这睡眠用好，它可能延伸出来慢性病啦，有一些跟失智也有关系啦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课题就好好研究一下喽。请到这一位呢，不知道他睡得好不好，但他是很幸福的，应该心情好，困得应该蛮好吧。我们欢迎高欣欣。美凤姐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呼声越大声是困得愈芳啊！唔过吼，那身躯边仔的人吼，那一直咕咕叫。哎呦，真正冻袂掉哦！安尼我知啊，你嘛这款困扰吼，加有啦。好，另外这位应该是目前无这款困扰，而且我咱嘛唔知啦，伊唔知好困啊无好困，我嘛无了解。边仔是有人讲伊困袂去，我嘛无了解。再来请教，我们欢迎样样郭雅堂。你好，大家好。睡觉最怕打呼声，不想要引起旁边的人呢，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。你看。因为呢，他本身呼的其实也很辛苦，旁边人呢也是推得很辛苦。到底要不要叫他？到底要不要叫他？然后呢，他这样醒过来一下，跟小公口里一夜就一直在推。好了，那在这方面，我们请到睡眠专家，也就是我们吴清平院长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打呼吼是不可以那个大意，因为小心睡眠呼吸中止。会上升啊，严重哦！所以讲，先请教的睡眠品质好不好？我应该普通啦，但是我平常哦，譬如说，我们有时候碰到早班很早的时候，我都会跟自己讲说，哎，咔嚓困，因为我都忘困的啦，对。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就会很习惯，就鬼爱按摩摩，然后不可以有一点声音，因为一点声音我就会起来，就会浅眠，很浅。你等于是说眼睛闭着的时候，你脑子里面怎么还听到有点声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那样翻，时间到了就起来了，会这样。你就是心理压力太大，就是明天早上要早起，就跟小朋友有没有？妈妈说你不赶快睡觉，明天去加油，你睡过头，妈妈不叫你哦。他整天晚上就讲说，我明天要带乖乖，我明天要早起，我的海苔放在哪里？然后整个晚上都没睡。哎呦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说应该还算普通啦。但是，譬如说像我另外那一半呢，就偶尔就是会有呼声，然后就像你刚刚讲，我就这样给他一下，他就会但是眼睛没有睁开哦，但是就是会恢复一下，然后马上又狗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就说，就是后来我一早起来跟他讲，你昨天打呼打得很凶，我都睡不着，就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？你可以嘛赶快呢，你自己在打呼啊？我说哈，真的吗？所以后来我们会变得就是有时候还蛮好玩的，就是象形捆心呀。对哦，象形谁先睡着谁就先睡着就赢了，听不到。对。那你睡眠好吗？我是一个很好睡的人，我两把有金桃随时都可以睡，但是我非常怕跟会打呼的人睡在一起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是好像除了我以外，我奶奶、我爸爸、我堂哥，因为我跟哥哥他们都会打呼。可是为什么我说我很怕跟打呼的人睡在一起？不是因为他会把我吵醒，是因为我太习惯听这个声音，所以我像小时候我跟奶奶睡的时候，我要困如果奶奶没打呼，我会醒来，然后我就看她，我想说是不是，就很像那个广告就对了。对，我会怕所以我就后来就很怕跟会打呼的人睡在一起反而他不讲了，我就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在聊的就是说。打呼一讲啊呢，不是表示讲伊困了足有道，对不？好，打呼吼，我们华人，因为我们都下巴都长得特别好，叫做瓜子脸，那瓜子脸的坏处呢，就是打呼特别严重，因为这样子下巴就后缩，所以华人打呼86%。哇，
所以是因为我们下巴比较后面，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，舌头会往后，它会卡到。那所以维明哥就不会打呼，后道是，所以不是讲吗？所以确实，所以外国人，我们华人比外国人多4倍呼吸中止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打呼好不好？我们以前都打呼，你如果动一条哦，不要紧。我们最近做一些探讨，才发现，打呼深层睡眠一样不见，不好。不是说只有呼吸中止，是打呼本身，它的深层睡眠不见。深层睡眠不见，它其实记忆力就会更丧失，更容易失智。所以我们最近就把这一块做的比较深的研究，发现打呼年纪大了到50岁，它会有一半变成呼吸中止，60岁更高，70岁更严重。所以你就刚刚讲得很好，那个会遗传所以你看你全家都是50岁可能就会开始打呼。因为他说是更年期以后，停经以后更容易，女人是不是？哦，还没有更年期。20比1，就变成1比1，所以打呼本身其实还好啦。你不要呼吸中止，如果呼吸中止，它会缺氧，会睡觉的时候更严重，所以就容易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。那很多那种打呼，大家家己嘛是惊精神的，迄款的，爱注意什么款的这个问题。上好来看胸腔科睡眠科医师，我们帮他判定，他只是打呼而已。那深层睡眠还在不在？他也没有呼吸中止，有没有缺氧？他半夜会不会常常脑电波？因为你缺氧，你跟那个困死来呢他会吵醒你，一直吵，晚上吵了400多次，怎么会睡得好？自己以为睡得很好，其实没有睡。其实我最喜欢举自己的例子。我是民国72年就到美国去学睡眠，76年博士拿到，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记得是68公斤，还就蛮帅的。对，最重要的是对，还有我在美国做睡眠，我就发现我有一点点呼吸中止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下巴有后面嘛，看我就最标准。后来我去澎湖当了院长，就那边3年，你回来的时候变成86公斤，后来又去立新医院，变成95。有一天我自己测了，把我吓死，我从呼吸中止严重缺氧，然后才发现我的深层睡眠完全不见，所以拿我的例子是最准。打呼跟呼吸中止的差别，打呼像我这样叫打呼，呼吸中止是停10秒算1次，我们正常人1个钟头10次都算正常，别惊10秒，我哥就会这样，10秒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们那种很厉害，他们这样睡，就不动喽，他都没声音之后，他会突然这样。他不会醒来，他会突然这样很大力，他不会醒来。然后他为什么会醒来呢？他这样时候就吸到口水，他就醒来这样大咳。好标准呼吸中止就是这样。还有最严重的，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打呼。你说他打呼，我哪有打呼？所以我来看门诊的病人，男生如果进来都凑着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被逼来的。你怎么不舒服？我没有不舒服啊，那你怎么会来？我老婆说我打呼，你有没有打呼？我没有打呼。老婆就拿那个录音机拿出来，很多人会这样，有证据。然后就很严重，我一测，我就问他2个问题：你早上起来嘴巴会不会很干？会啊。他晚上会起来上厕所？嘿呀。这个就是标准。嘴巴干，起床都觉得口超渴。那会不会其实，因为我其实蛮好睡的，但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，我明明就睡10几个小时，怎么还这么累？睡不够，还是我明明有这个呼吸之类的问题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睡觉其实我提过，我们是每90分钟一个 cycle， 浅睡、熟睡、做梦，再来浅睡、熟睡、做梦，所以中间本来就会醒一点点。你如果常常会醒过来，我们就会想说，你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？你如果常常起来上厕所，那可能就是说呼吸中止会让你那个膀胱有一点尿意就想起来，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。呼吸中止对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？我的讲呼吸中止它的定义很简单，它不要讲停止10秒算1次嘛，正常人1个钟头10次都算正常。呼吸中止说，如果你1个钟头超过15次轻度，30次中度，呼吸中止超过40次就是重度。这种呼吸中止会缺氧所以血管会硬化，
容易高血压，容易心脏病，容易中风，然后深层睡眠如果不够，那容易死机，所以它牵连很多。困眠最重要，对，容易有呼吸中止症的危险的那种群组大概是什么样？比如长得比较这样胖胖。第一个华人，下巴会缩，他就知道啊，如果又变胖。那就胖了。胖了以后容易血压高，容易血脂肪高，然后很少运动，又抽烟又喝酒，那他就会让你这边双下巴越来越严重。所以你看到双下巴光后面哦，还谁还做得一下没？你问我那危险群就是这一群的。一定年纪比较大一点比较容易。我多的讲哦，那50岁之前哈，男女比例大概20比1嘛。50岁以后，因为变胖，他肌肉会松弛，他就有一半会变成呼吸中止。60岁更高，70岁更可怕。请问院长吼，那个呼吸中止症，有那个家己的小可自我检测一下，譬如讲吼，有的人吼看电视吼，伊就感觉足好困的，伊若看到伊就开始独孤，这是加减拢有问题，还是讲？什么款的状况，咱家己提醒家己。那个呼吸中止打呼的人到门诊，他都不承认他有。是我怎么要跟他讲说你有？我就问说，你早上起来会不会嘴巴干？好。你晚上会不会起来上厕所？你早上起来会不会头痛？会不会觉得不舒服？早上睡起来你还是觉得很累？脾气会不会不是很好？这是安怎？黑东西你睡觉品质不好，就是呼吸中止，然后打呼，所以嘴巴会干。那最重要的是说，你开车会不会打瞌睡？你上班是不是觉得很累？一般早上的时候应该是精神最好，但是这些人一早上起来去开车，他还是打瞌睡。我就跟他讲，这些都是呼吸中止的症状。然后我再应对着。问他老婆说：“他鼾声是不是很大？鼾声如雷啊！火车通过，哇！然后会不会停掉？然后我再问病人说：你会不会常常会睡呛到？对我常常会呛醒。对好准。他说：我都有呢。我把那个表拿出来给他看，那10项里面至少7、8项。再最重要的是晚上会不会起来上厕所？年轻人不会，但是50岁以后常常起来。就年纪有了就会想上厕所。不过我觉得。”我个人是不会打呼的。那你想，你旁边没有人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以前旁边也有过人，都没有任何反应过。然后比如说我出国跟谁住一起，我几乎一个姿势我很少换，我没有，我就会哇，我算是对，但是我不会那个。我在逃困的家，明天在地铁逃的也看。但是我早上起来，我还是会有时候会口干舌燥，因为我可能。会气较大，比如我前2年我在吃麻辣锅，我就会，所以呢，台湾又潮湿，所以我就提醒自己要吃一些那种排湿的啦，或者去火的啦，这个。那但是呢，有人可能他生活作息很正常，可是一套再出来过是，还是可能一些供量嘛有差别啦，这也是2种原因啦，都可能要去注意一下。或是枕头也有关系。像如果在摄影棚用那个水，有没有嘴巴就会打开，都会打开，特别渴。会对。所以那个枕头其实是2个，第一个是我们那个呼吸道的通畅度，第二个是脖子本身的轴线的问题，所以2个其实不一样。那轴线如果好，弄好，你脖子不会酸，比较不会脖子有问题。那个呼吸道通畅，你就比较不会打呼。呼吸中止不顺畅会影响，其实造成很多慢性病。我们发现这种呼吸中止的人至少都有3个病。你看我的做标准肥胖，hockey 浮相，然后就会血压高。为什么会血压高？因为晚上缺氧。你睡觉以后氧气会掉正常是90，低于75脑会受伤。那我们这种呼吸中止常常掉到60，掉到30几，那个很危险呢。因为像我爸爸之前在医院嘛，我们血氧低于90，机器就在叫。是，以标准正常人的话是不能低于90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家买氧气机，他们说如果掉到90以下，你给他氧气超过什么2分钟还是什么没办法上来，就要送医院。
对啊，所以掉到60，还有掉到34，太可怕了吧？睡着而已耶。我2012年那时候大概最胖，因为从澎湖回来，然后又吃得很好，我本来68公斤会变86，然后到澎湖回来以后95公斤。我2012年10月26，我自己测了以后把我吓了一跳，我血氧掉到34，从那天开始我就带机器，然后就慢慢变瘦。因为这种胖子除了呼吸中止之外它其实很容易中风，而且深层睡眠一不够以后，它容易失智。那当然有人提到说跟癌症有没有关系？有一些报告说，因为你长期缺氧，那个脑细胞或是身体的细胞缺氧，它会有变化。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鼓励说，睡眠医学是最近大概3-4年就非常注重这个事情。你看我1983到美国念博士，1984他们就弄一个呼吸器出来，到现在应该很风行啊，但很多人戴机器不舒服。那如果是这个的话，我是可以分享一下，因为我弟弟前阵子才去那个睡眠中心去看，然后我周围也有一个朋友，他真的就像院长讲的。他睡觉的时候是带着机器的，然后那时候他很胖，那我弟弟的状况也是比较属于中年肥胖，回来都跟我讲说，医生跟他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先减肥，是，对，就是要先减重。那我那个带着那个呼吸器的那个朋友，他也是，他之前不晓得多重，但是他后来就是整个瘦下来以后，我就很少听到他说他睡觉的时候是需要带着那个机器的。对，是，而且带机器因为不缺氧以后，慢慢就会瘦，因为我们睡着没有睡好，身体里面那个受体素它会减少，你就会很想吃，又吃宵夜，所以胖上加胖再最重要的是说你睡着缺氧身体里面觉得说你别戏啊，赶快啊，不要休息啊，所以所有的细胞都在搏劲，说要吃多一点，所以你看。我从最胖到现在瘦17公斤，我就带机器睡觉。当然现在还不够瘦了。其实呼吸中止的处理我们大概分5大类啦。第一类最重要就是要减肥，所以我们都跟病人讲说，你每天少500卡1个月瘦2公斤。500卡其实很好算嘛，你走路1个钟头大概少250卡。不要吃甜，饭少吃就少200卡。就慢慢瘦，不要瘦太快。这第一个。减肥有用，然后一定要运动，这个最重要。那再来呢？可以看耳鼻喉科啊。那耳鼻喉科那个年轻的他因为打呼嘛，他改血风锤那个地方，他用雷射烧一下，打呼会改善。就是嘴巴里面那个吊锤，我之前有朋友也是这样，他就是很胖，然后他那个吊锤就是对，他医生说是吊锤比较松就他你知道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嘛，然后他就说他去把它吊紧一点，对，打呼就有比较好，那个有效。可是开完刀呼吸中止帮不了，因为呼吸中止是舌头往后掉，是，所以那个要减很大，所以那个效果其实不到3成。所以耳鼻喉科开刀对鼻塞因为鼻塞容易打呼嘛，对，鼻塞去解决，它打呼会改善，或是血风水减一点点有效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现在用牙套，因为我们下巴后缩就把前面往前挪一点。打呼吸中止也会有效。那再来就我刚刚讲的，就戴那个面罩它不是氧气罩，它是戴面罩，把气冲进去，一点点压力，把那个舌头往前挪一点点，那它就通了，所以那个很有效。那所以我们如果就是去做这些治疗之后，我就可以不用担心说我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些种种的问题。所以我在提那个要真的去追踪，你戴了机器以后，而且还要减肥。然后你有高血压，你可能还是要治疗。那你有肥胖，你要运动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拉起来，变成原来睡眠呼吸中止的人，它会含有其他的慢性病，我们一并来解决掉。所以而且那个呼吸器现在还有一种是含在嘴巴，像吸奶嘴一样的负压呼吸器。那个女生用的比较漂亮，男生戴那个猪鼻子。我老婆都说他猪哥会射，戴一个猪鼻子睡觉呢。他打呼我要讲他的笑话。因为以前我都打呼，我戴机器他有一天睡到5点，我以为地震了，我惊醒了他跟我打呼，把我吵醒。哇！因为他也年纪到了，这样。他瘦瘦的，他不胖。他说我就知道说，原来女生到一定年纪以后，不要
不要像男生容易打呼，你也会打呼，而且会呼吸中止，他会呛到呛醒。是，他问孙乐公阿嬷，你不要再打呼了啦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国人通病啊，不要笑死别人。那他怎么办？我就用一个负压的呼吸器帮他忙，他就不要戴一个大的猪鼻子。用秋药膏让他低沟了，现在带小小的男孩子，效果还不错。所以治疗方式很多种。现在耳鼻喉科、神经内科、胸腔科，还有精神科都可以帮这个忙。精神科是在睡不着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些方法。神经内科是怕失智，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合作。所以现在睡眠其实是这几科都可以看，我们都可以做处理。所以呢，这个睡眠呼吸中止这个问题呢，对健康给那种影响嘛。如果讲大那是在这款问题，你就要正视它，去了解，让自己这个睡眠不要有一些问题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方法，让我们才有好的睡眠，才可以维持更好的健康。是，真的非常谢谢院长，谢谢二位，谢谢。我是家己唔知不过我就是像 KK 唔捌听，我习惯嘛，唔捌，可能大概就是之前也不承认枕头啦，之前也不承认我这个会打呼啊。